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找我秘书呢，这人怎么找不到了？秘书都丢了。哎呦，我说这苏绣坊这么小的地方，这俩人还能走丢了，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导航啊？你是在挖苦我吗？我在说实话了。你是这儿的绣娘？哦，你就是来收购绣坊的这个大奸商，对吧？谁和你说的？不然呢？哎呀，开玩笑的啦。哎，我在这儿也待了很久，特别了解这儿，而且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好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只是这酒香呀，也怕巷子深，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，给自己的儿子加个鸡腿吧。既然你对这儿这么了解啊，那就带我参观一下。为了绣娘的儿子有鸡腿吃，行吧。你咋还打人呢？笑什么笑？带路啊！怎么，师傅没有同意收购？你这小绣坊啊，消息流通的还挺快啊。不是消息流通的快，是你不是第一个被赶出来的人。可是现在只有被收购了，才能够解决你们绣坊的困境。你知道师傅一共教了多少个学生吗？60多个。可是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10几个。其实呀，每年都有很多厂商找过来，口口声声说要传承苏绣的手工技艺。可是到了最后呢，都会要求师傅变成工业化。而且还有人更过分，打着师傅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，制造一些粗制乱造的东西，所以他才会没有兴趣。所以说你们也认为我是那种人？是你没有用心。我太了解我师傅这个人了，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精通了各种不同的刺绣技法。这里的每一件作品，绣出来的都是岁月和情感。
他尽心尽力的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。他不需要你们过来跟他聊合同，他需要的是真心，真心实意的懂得，真心实意的理解。这看你的样子嘛，也不笨，应该懂吧？你敢把“笨”这个字跟我联系到一起，我就没有让你看看我大脑网络神经有多么的清晰和活跃啊！你还进去看不看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菲菲。本来是不想上线的，可是绣坊的事儿结束早，就上线看一看。还蛮顺利的，也不是啦，就是今天绣坊出了一些事情，让我蛮有感触的。我在想呀，苏绣能一直发展到现在，靠的就是2000年不断的传承，从辉煌到落寞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我们这一代人又能为苏绣做些什么呢？很多人呀，打着创新的幌子，在破坏传统文化。他们觉得苏绣土，说要搞什么中西结合，到最后土不土、洋不洋的。我想有用吗？我只是个小萌新的设计师，说白了，我就是一裁缝，就算有想法，也落不到实际呀。哎，不过我说你怎么一直在线呀？该不会是一直等我吧？哎，我说你的语气呀，好像今天……你敢把“笨”这个字跟我联系到一起？没谁，一个不怎么被我待见的人。不是，怎么就再见了呢？你生什么气呀？又没说你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呀？今晚的直播结束了，晚安。我说你至于吗？我又没说你，哎呦，切，还再见呢，再见。今天是凯曼模特练习生的选拔赛，我们呢将会从你们当中挑选出合格的人选，来这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专业训练。公司每1个月会进行一次综合测评，平均分数不及格的人将会自动退出。当然，公司选拔人才不会限定于人数，你们要是都好，那就都留下；要是没有1个人及格，那就都走。我叫 Linda， 未来3个月我会担任你们的训练老师。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点：勤学苦练。你们当中要是有人觉得自己吃不了苦，或者只看到模特的表面风光，
门在这边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那好，20分钟之后，我们进行第一次选拔。我将会把你们分成 A、B、C 3个组，进入 A 组，将有机会成为公司模特的替补人选，参加一些公司安排的小型秀场。好，没什么问题了，大家就去准备吧。海选就这么严格，后面估计会更加困难重重。我都想退赛了。哎，陆主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啊？我在国外走过几个秀，感觉没什么难的。哦。嗨。变态。谁是变态了？你在看什么？现在看这个已经没用了，只会让你更紧张的。我还行，不紧张。还说你不紧张？你看你袜子都穿错了。哇，这个莫非怎么说袜子都跟我说？没事儿，好歹我也是有秀场经验的人，跟在我后面走，看看我的台风，我会在台下为你加油的，加油哦！这男孩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之前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莫凡，一个平常不太爱说话的男孩子，很腼腆的。我现在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精分啊？Hello， 琳达姐。Hello。你们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方小鱼，怎么还在这儿？真不打算回法国总部啦？上海多好呀，有吃的，有玩的，还有创意。创意？哪来的创意？我看你这几年回来，东西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啊。不是琳达姐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跟那些小年轻一样，这么会损人？我是在损你吗？我是在心疼你，小鱼。你这么有才气，你看看你这几年干嘛呢？干过一件正事儿没有？我这不是在找厚积薄发的灵感吗？花言巧语是吧？我就是希望你能提起精气神儿，出点好作品给我。你看看我招了多少好苗子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妹妹也来参加海选了。
不是吧，方小玉？你又给我整些花花草草进来。你误会我了，这个是真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妹妹。明远时尚的小公主唐明轩的表妹露珠。露珠是唐明轩的表妹。她居然没跟你说，还挺有骨气的，居然不愿意靠关系。她表现怎么样啊？很差吗？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差呢。有的补救吗？怎么补救？T 台这么现实的地方。再说你也知道我是有我自己的标准的。怎么着？今儿来找我就是让我给他放水啊？没有，我哪敢让您跟他放水啊？我就是来看看他。我想他如果跟其他的模特一起学习练习，如果有机会成为模特实习生的话，我想这对我们凯曼和明远的合作会更有益处。你觉得呢？你考虑一下，我去看看他。没事啦，好不好？那个走的比你还差的，只是你没看到。哪里啊？什么情况？早啊。早。你是来找我师傅吗？他不在。我是过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干嘛？我等一下呢要去我们苏州的店铺巡店，你跟我一起去一趟。我？为什么？想要达成合作是需要我们双方共同努力完成的，不能只让你们了解我们明远，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下你们的实力。我们的实力？唐总好。唐总好。唐总好。把咱们这一季最新的服装拿过来一下。啊，好的。坐吧。哎，我说你巡店就巡店，干嘛带上我呀？不是过来考验你一下吗？考验我？你拿这些出来，不会是想送给我，收买我吧？你还挺会想的。我是想让你以你们秀坊的身上水平啊，帮我看一下我们最新一季送堂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。行吧。怎么样？我们的送堂还不错吧？你觉得问题是在工艺上，还是在设计上？如果我说出来的话，有没有劳务费？什么？劳务费？想要劳务费？哎呀，我问你关于送堂的事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耐心一点，马上就到了，好好欣赏一下，多么美呀！我很忙啊。那你现在可以走啊，可以下船。阿姨，哎，囡囡啊，今朝还有冇点啥么子啊？可以
看一下您这个码。哎，靠这个，靠这个。摸一下，什么感受？摸一下。手汗。除了手汗呢？热的。那你觉得这和宋唐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它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。这绣品啊，就跟人的一生一样，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，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，想要了解宋唐的话，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。所以，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？阿姨，谢谢你。绣的真好看。谢谢。怎么，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，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？这小狐狸挺可爱的。我说你拿个小王子，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？我是买过来送你的。就你这样，除了玩偶以外，也遇不到什么王子。老板，多少钱啊？50块，现金还是？微信吧。哎，好嘞。谢谢啊。走了。谢谢阿姨。哎，再问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摸一下。轩哥，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那时候一个女孩之前，她总是对你爱答不理，突然之间呢，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啥身体接触？哎呦，轩哥，那你这得小心了。为什么要小心？轩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招非常厉害，这叫欲擒故纵，这是一高手啊！欲擒故纵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不用看出来呀，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。哎，轩哥，您就是经验不足。我跟您说，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，您自然就……不是我的意思就是，那个女孩她应该挺喜欢您的。喜欢我？他尽心尽力的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。这绣品啊，就跟人的一生一样，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，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。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，想要了解宋唐的话，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。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，给自己的儿子加个鸡腿吧。你说什么？亚历山大要来上海参加慈善晚宴？
那么激动干嘛呀？别人说的我不敢相信，可这个消息我可是在潘素老师的工作室听方小鱼讲的，这总没有假了吧？真的吗？大姨好冷呀！你又进不去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那可是凯曼时尚的慈善夜啊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才去的。说谁没头没脸的？这啥呀长的？人家的头和脸是能刷的，就你这张脸能刷得进去吗？那刷不进去也得刷，刷得进去也得刷。总之我会想办法，我就是要进去。行，你要是能进去的话，那我就什么？就请你吃饭，没问题。不过你说我这来的给你带来这么一个好消息，你说你是不是得提前大鱼大肉伺候着？哎呀，上道了！喂，这里人好多，管得好严啊，都有保安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去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进去见我最喜欢的设计师。行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哦，喂，刘爽，方总监的电话你有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再问问别人吧。哎，方总监，来参加慈善会。如果有邀请函的话，那应该是。没有邀请函。你有吗？撕一半给你。那还能用吗？开玩笑的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。哦，好吧，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别人啊？方总监，方总监，邀请函。哎呀，我是跟方总监一起来的，刚才打电话的。女士，没有邀请函不能进。方总监，哎，方总监，方总监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没事。小姐，别客气吧。没事。对女孩来动粗，小姐我投诉你！师傅，你怎么还没有进场？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进吧。哇，我居然拿到了亚历山大签名，今年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，我也是知名设计师，你怎么不想跟我要签名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找找啊！开玩笑的，这么认真。哎，方总监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如滔滔江水一般，我真是无以回报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要真想谢我呀，请我喝咖啡去。哦，现在有点晚了，我改天请你吃大餐。也行，我车就在前边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坐地铁很方便的。那我走了，你注意安全，拜拜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你好，方先生。谢谢。有事吗？方总监，您说带我参加慈善晚宴的，我一直在找你。答应过你吗？你上次亲口说的。你看，我为了参加晚宴还专门定制了这套衣服。这套衣服不是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忘了吧。这件礼服多少钱？卖给我吧。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。那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？我看见你带墨菲进去了。然后呢？你为什么要带他？你明明是先答应我的。还是他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他跟你许了什么好处？不好意思，白小姐，咱们俩熟吗？凭什么来质问我呀？不是，方总监，哎，我还没说完，你能听我说完吗？哎，方总监，
什么你们都偏向他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啊！没事吧，这位小姐？啊，来，我扶你起来。没事儿。我看你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，跟我说说，我能帮你。不用了。这鞋跟也断了，大晚上还是自己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海妖集团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朱海天。面来喽，快吃吧。吃。怎么了，曼曼？你不是去参加慈善晚宴了吗？怎么不高兴了？没去成啊？你不是特别定做了一套礼服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告诉我呀，曼曼。本来我是能进去的，我不知道莫非怎么就突然出现，就把我的位置抢了。怎么又是那个女的呀？她怎么老跟你过不去啊？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要不是他，我当年能被学校开除吗？要不是他，我今天能这么丢人吗？要不是他，方总监对我，他就是嫉妒，就是见不得我比他好。行了，咱别哭了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说他长得也没有我好看，身材也没有我好，怎么就……哎，你这说的对，啊，他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来吧，咱吃口面食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哎。我今天特意去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看啊。包治百病，赶紧看看，快点。怎么了？假的！方总监对我说的话是假的，连你送我的包也是假的。不是曼曼，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以前我就不说了，这个真的是真的，我存了2个月呢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就只配用假包是吗？不是曼曼，你好好看看。我不想看，我受够了。曼曼。上一次怪我，没有对咱们绣坊的情况了解的更深入一点，所以回去了以后啊，我又重新草拟了一份企划案，希望您可以看一下。唐总，我没有想到您这么执着。我们看重的不仅仅是李氏绣坊的非遗技艺，我们更加关心的是绣坊的传承和未来。我相信您看了这份企划案之后啊，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你这几天没见，礼貌方面进步了不少了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哎，拿着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自己可以拿。别人在帮你的时候啊，你只要说谢谢，这样就够了。可我明明可以自己拿，我不需要你拿，我干嘛要跟你说谢谢呀？我也没指望你谢。我说，谢谢啊。
哎，你知道我师傅是送新的企划案吗？是啊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哦，那就好。前些天啊，你跟我说的那番话，对我有很大的启发，所以我现在也要很真诚的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走吧。莫非？啊？来。哦。这么多布料，你也不推个车自己抱过来，不觉得累啊？也还好，我在路上遇到了唐总，他帮我拿了一路，还送到了门口。啊。你觉得唐总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您是想说？啊，唐总今天拿来了新的企划案，说实话，我还真的挺动心的。他这次的建议呢，变化挺大的，甚至都考虑到了秀娘退休后的福利问题。这样啊？那师傅您怎么想？我想听你的，试着跟明远合作一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担心。哎呀，这个明远呢，毕竟是个大企业，我担心还会出现以前那样的问题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想拜托你，刚好你在上海，你帮我去了解一下明远的诚意，顺便再把关一下合同。我？不行不行，师傅，这个责任太重大了。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觉得你现在完全有能力代替我去做判断。可是我没什么经验啊，师傅。你就像你平时那样做就好了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啊。高压150，低压80，爸，你要好好休息了。在我这个年龄，就是一个能力不高，血压高。开什么玩笑？您能力还不高啊？哎，你跟李师傅做的那个工坊的计划我看了，做得非常好，想的也很周到。多谢老爹表扬。哎，苏州那边去了有什么收获吗？这行啊，我还真挺有收获的。我当时看到了一个场景，当时非常的触动。我看到绣娘们在一针一线的缝制绣片，我觉得他们那一刻，他们不是在工作了，他们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。其实你越是认真的研究下去，你只要倾注了情感在里边，你的收获就会越大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工业革命这么发达，他们为什么还在坚持？一代一代的绣娘，他们在传承什么？恐怕不是一针一线这么简单。我说的你能明白吗？我等会儿回去睡一觉，估计明天早上起来就明白了。那就赶紧去睡。爸，你快休息啊。好。晚安。李师傅真的会同意吗？听你刚才这么说，我怎么觉得他没有诚意跟我们明远合作呢？好事多磨啊，咱们也不急于一时。明轩，你知道的，苏州知名的绣坊还有很多家，咱们不是非要跟李师傅合作的。但是你给我推荐那么多家里边，李师傅的苏绣是最用心的。我临时有个事儿，帮我把下午的事推掉。哎，好嘞，我先走啊。啊。什么人这么着急找他呀？不知道。
间的4月天，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，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。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，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鹅黄，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。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，是烟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4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
谢谢您送我回来。合同我会照法务马上出，到时候拿给你师傅看。嗯。无非啊，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。其实也不是全都是为了你，我只是希望秀娘的儿子晚餐可以加一个鸡腿。我现在倒是有点明白你所谓的真心是什么意思。嗯，那就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干嘛呀？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想占你便宜吧？那不然你突然跑过来抱我，这是干嘛呢？不是刚才那个人他差点撞到你。哎，我说你有被害妄想症吧？拜拜。哎。你真的不觉得刚刚那个送快递的，他是有意想撞你？不觉得。这个小家看起来还挺温馨的啊。我去帮你倒杯水啊。哎，这挺像你。我小的时候啊，还经常来这个地方呢。这里是静安寺附近吧？对呀，房子虽然老了一点呢，但是冬暖夏凉，住着很舒服。那喝水。谢谢。我刚才看到的，你是准备想要考巴黎的服装工会学院。可是你那么喜欢中国风，而且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想要出国呢？你不是也从国外回来的吗？我说你想问题不要这么局限好不好？我是出去学习，学习不分国内国外，是无国界的。是啊，学习总归是好事。我说我们总算是有一点共识。我们之前在一个事情上早就已经达成共识了。哎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助你收购绣坊吗？因为你师傅啊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我在上学的时候呢，写过一篇关于宋唐的品牌文化，所以当时我查了很多资料。一开始的宋唐呀，其实设计是很有前瞻性的，我非常喜欢。可是近几年的设计就差强人意了。我想你肯定是知道其中的问题，所以想要收购绣坊来改变局面，对吧？而且我认为，在任何领域的创作者呢，他们本质呢都是相同的，他们的原创呢都是基于自己本国的民族文化。就像西装，我们永远没办法超越老外，可是旗袍呢，他们也没办法做出我们东方人的韵味。所以，中国的服装想在世界立足的话，就一定要有中国的自己的文化，这样才能走得更远。而我认为，宋唐是可以的。
我忘记说什么啊？哎，对，你最近还去苏州吗？最近应该都不去了，都会在上海。那个工会学院的作品完成了吗？还差一点点，主要是工作室的一些东西。你还有工作室？啊，我只是一个小萌新的设计师，哪有什么工作室呀？我是在熊英老师工作室兼职。哦，就是在忙熊英那个个展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好歹也算是一个业内人士了，虽然不一定有时间去，但是熊英他肯定会请我。怎么了？你都不问我小萌新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好歹也算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吧。喂，轩哥，杨光，问你个事儿啊。这个小萌新是什么东西啊？啥小萌新？小萌新。我查一下，告诉你。啊。好了。是。轩哥。哎，杨光，熊英那个展是什么时间啊？明天吧。行，帮我把时间空出来。您不是说不去了吗？人把邀请函都发了，咱们不去，这是不懂礼貌啊！不是，但是明天您不是安排了一个会议吗？是你安排我，还是我安排你？哎，对。这个是那个小萌新，我给他查出来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去吧。小萌新。嘿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啊！啊，服务员，龙舌兰，谢谢。啊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啊，忙时装周啊。是忙时装周的。方总，嗨，我长得那么像服务员吗？好久不见，你现在跟人打招呼的方式都变得这么特别了。就是因为好久不见了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这哪像服务员啊？啊！领班，你说什么？方总没变的，就是还是这么有幽默感。走。龙舌兰，谢谢。薛玉老师，简直是太棒了！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多亏了笑鱼，都是笑鱼的功劳。来，我带你去见见笑鱼。不错啊。笑鱼，哎，熊勇老师，我给你介绍 QQ。你好，初次见面。初次见面。也是设计师吗？我闺蜜。啊，你的闺蜜都这么漂亮。想象空间啊。你不是说你不打算过来吗？我刚好没什么事，过来看看。既然这样，那快进去吧，都要开始了。我不太喜欢人多。
我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啊，来看展不就是看人吗？是工作。看来你不太喜欢自己的工作啊。工作而已嘛，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。我和你就不一样，我呢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所以说你很棒啊。你怎么样？啊，我最近也是瞎忙。带我四处看看。我想问问你，这个会场啊，能承载多少人？不知道啊。孟非，孟非，快过来帮忙，修真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哦。你去忙吧，我自己逛一下。还有最后15分钟，大家动作快点啊！最后一遍检查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要小心一点，你怎么把衣服弄坏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莫非姐，我剪刀没有碰到它，不是我弄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就破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小航，帮我把那个工具箱拿过来。哎，好，拿什么工具箱啊？我看啊是来不及喽。我说来得及就来得及。放这儿吧，谢谢。看看你要怎么弄。那天我可都看到了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说我说什么？慈善夜，肯定是你哄着方笑鱼带你进去的。哎呀，为了我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懒得跟你抢。是你先挑起来。不说别的，就你陷害我被学校开除那事儿，我也跟你没完。哎，我说莫非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家没钱没势，特别好欺负呀？白小曼，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就把你跟外赵缝在一起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怎么就破了，让莫非姐再帮他补。还有5分钟，抓紧时间。好了，真不错。谢谢方总监。白小曼，如果上台的时候你摔倒了，就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了。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来，我看看。手真巧。方总监，刚刚那个……
修的挺好的。好什么好？航道啊，听说这次徐峥老师的展做得很不错。是。去那边看一下，马上开始了。嗯，好的。成哥。 我估计面前有我。哎，这么巧啊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吧？我没有啊。那刚阳光，我让你过来帮我讲解一下。可是我后面还有工作呢。 我们给你换下位置，在那边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你们能停在这儿，快点走。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，你怎么不去管？他们我管不着，但你的车不能停在这儿啊！你是不是看他们车贵，你不敢管？看我开这个，你就欺负我？你少废话，赶紧走。行，你这叫狗眼看人低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你骂谁狗？你再说一遍啊！哎，潘老师，小鱼，那你先去忙吧。今天控场控得不错呀，多亏你来帮我站场了。都是朋友嘛，理应互相帮助。我听说在后台，你还帮我们解决了不小的麻烦。我没干什么，是你那个好学生莫非，他在后台用很短的时间用苏绣就把一个破损的衣服给补好了，人聪明，手艺也好。他是李师傅的学生，苏绣自然不会差。
李师傅，苏州那个。是啊，这个老太太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。我听说，就连绣坊和明远的唐明轩谈收购的事情，都放心交给她办。那她可是前途不可限量。莫非这姑娘确实上进心很强，在我这些学生里面算是佼佼者了。为了提升自己，她又报考了巴黎服装工会学院。我以前上那个学校。潘老师，您要不要来点一下服装？模特已经把衣服换下来了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行，小曼，自己回去啊，也没人来接接你啊。我等司机呢。哟，小曼可以呀，这还没出来走几年，她司机都有了。曼曼，我来接你了。曼曼，这就是你说的司机啊？你和你司机关系不错嘛，叫得这么亲密啊？哎呦，这城乡有差异吧？这小曼说的司机跟我们理解不大一样啊。行了，那你快回去吧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我们还有个酒会呢啊！走走走。哎呦，谁让你来了？我专门借了老乡的车来接你的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用你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，死了！曼曼，曼曼，曼曼，马上就可以吃了啊，稍等啊。你有完没完？我甩不掉你了是吧？刚让你走，你听不懂吗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姥爷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让我赶紧过来看看你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改什么改？都是因为你，害我被嘲笑，害我被欺负，害他们看我笑话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？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走，离我远远的，我不想看到你。行，那你别生气了，行吗？消消气。我发现你真的是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就只会让我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有本事你去对付莫非啊，对付那些坏女人去啊！走开！曼曼，那你有事打给我啊，记得一定要打给我啊。好好吃啊！这是我爱吃的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你是报名参加那个电视举办的那个什么中国风那个设计师大赛啊？不是我，是咱俩。我不参加呀。你不是要去法国吗？那个奖金可是很丰厚的。可是我都没时间。时间嘛，吉吉总会有的呀。你想啊，我要忙着做法国的作品，还要帮我师傅盯着明远。哎，对，我先给我师傅打个电话。要不把手套拿下来。为了吃吧。哎，对，你法国那边怎么样了？有信吗？寄了多少作品过去啊？哎，寄了好多了。怎么看你垂头丧气的呀？是不是在担心交给巴黎那边的作品太紧张了呀？我感觉以你正常的水平发挥就行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其实吧，你可以不用这么努力的，转换一下思维，把握现在的机会。
我说你笑得这么奸诈，话里话，说吧。哪奸诈了？我只是在提醒你。唐总啊，明远啊，不就是现在好好把握的机会吗？说人话。我是在给你分析。你看你师傅现在让你去处理明远的事情，那你就有大把的时间跟唐总在一起。这不就现有的机会吗？你要好好把握它。你看你师傅都把你弄到这儿了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开窍呢，傻瓜？努力抓住唐总，成为明远的老板娘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借着？想什么呢你？我说你，你打我干嘛呀？把你敲醒！我告诉你，你每天想的有的没的，怎么？喂，莫非？那个我跟唐总过的合同的细节发在你微信了，你收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那你看了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呀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做合同流程吧。好的，那师傅我就先挂了啊，拜拜。真好。雪莲啊，明轩，这么晚还加班呢？啊，看合同呢。哎，对了，咱们那时尚中国风的事儿进展怎么样？现在有冠名，还有中间时段的插播，包括他们会请一些一线明星过来给我们拍广告，价格呢也比通过普通公司要合适得多。那咱们公司签约的设计师在海选里面占比能达到多少啊？我是这样跟电视台谈的，我们自己的设计师呢就免海选了，这样还有利于我们品牌的推广。我怎么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啊？你是不相信我招的人，还是不相信我的眼光？你负责的事情啊，你来处理。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了？阿姨最近怎么样啊？这2天我想去看看她。我妈最近身体呢特别好，要不然咱们改天约，好不好？早点回家。是太阳指引的方向，你在的地方会瞬间变晴朗。是那天你留下的花，它微笑模样像天空晚霞。天啊，你说的人就是我啊，天星光会让你留下。心啊，就这一刻留给你了，保护我，捧手心上。王子遇到了一只狐狸，狐狸跟王子说：“早上好。”王子也很礼貌地跟狐狸说：“早上好。”你眼睛上的光，我都会看它。欢迎你回国，欢迎回国，我们以后一起聚啊！啊。
起开！哎，走。猪猪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咱们干一个。我喝不了这么多。我先干了啊。我真喝不了。喝呀！一瓶喝了吧，就算给老彭个面子嘛，啊，好吧，喝吧，喝吧，喝吧啊！是啊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首先，谢谢今天各位能够到场。然后，我的好朋友露珠今天也来了。边上那几位，我看是他的朋友吧？那我先敬你们一杯，感谢你们今天能来捧场。接下来，我想送给露珠一首歌。The sun rises over the horizon, the sunshine on my skin, and I feel enlightened. Yeah, I got all the answers, I want the feeling on that. I only get better looking at the sunrise on the horizon. No matter whatever happens, the next day will be a new day, and I am not afraid I found a new way. 太阳照常升起，再将自己好好整理，把昨夜的忧伤忘记。我知道天赋的对我只是胜利。太阳照常升起。莫凡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家。我送你啊。你送我，很奇怪吧？我本来就是个怪人啊。刚刚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你帮我挡酒啊，还送我那么棒的一首歌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不过你唱歌唱得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出道呢？当歌手呀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现在能有个酒吧让我驻唱，赚点小钱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你缺钱吗？我有一张金卡，不限额度的，拿着。我是想赚钱没错，但是得靠我自己的努力啊。总有一天我也要像你一样，靠自己的能力生活，证明给我表哥、我姑妈他们看。所以你才想考去砍班是吗？加油啊！觉得你可以的。好。不过你是更喜欢唱歌多一点，还是喜欢当模特啊？其实两个我还都挺喜欢的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钱了。我现在又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还能通过这个养活我自己，工作起来会很开心啊。喂，喝多了？啊？我没有啊。我是听你刚刚那番话，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喜欢。好啦，你快回家吧，这么晚。我们一起啊，莫凡，我送你。一起什么？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回家了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拜拜。啊，莫凡，我送你吧。拜拜。给我卡。方总监，这是什么呀？亚历山大用过的剪刀，这可比那张纸上的签名字要珍贵很多吧？哦，送你了。
不行不行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这样拿着。你就当我送给我学妹的一个见面礼吧，拿着吧。前2天个展的时候，我听潘老师说你要考巴黎服装工会学院。我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。真的吗？作为凯曼的设计总监，我打算帮你写一封推荐信，这样的话你被录取就没问题了。虽然我很想上那个学校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上。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是因为肯定你的才华，我才帮你写推荐信的。以那些主审的眼光，缺少了我这个慧眼，能不能被录取就存在很大的方向。可如果主审评委不认可我的作品的话，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设计和这所学校不搭，所以我也不会上一所不适合我的学校。可是巴黎服装工会学院真的很不错，你要是能在那儿上学的话，对你的帮助非常大。那这个礼物我就先收下了。至于推荐信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能力上。那我先走了，方总监。你怎么不进来啊？就那么怕我们公司的保安啊？谁怕了？我这不是怕进去打扰他们的工作吗？那你觉得在工作的时间把公司的老板叫下来见你，就不影响公司的正常工作吗？你不就逼我承认吗？行，我承认，我确实上次闹过之后，我觉得挺对不起这儿工作人员的。可是我找你打你手机又打不通，那怎么办？我只能在这儿等着呀。这个借口勉强接受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哦，我师傅同意了，可以过合同了。真的？多亏有你啊。没事儿。那你们先出合同吧，然后具体细节再跟我师傅对。好，我马上出合同。那换我带刀，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。你觉得你就这么走了，合适吗？有啥不合适？首先，这个事情是咱们俩的共同努力促成的。那你说咱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？庆祝？若说你是人间的4月天，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，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变。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，不胜凉风的娇羞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鹅黄，你是夜夜的月圆，你是天真，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。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，
誓言再能见你难。你是爱，是希望，是暖，你是人间四月天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无言。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